黄昏，老城区的茶馆，光线被窗棂切割成一条条，懒洋洋地趴在紫砂壶上。小 A 的焦虑，却像是刚出笼的困兽，在小小的茶桌上左冲右突。他刚参加完一场同学聚会，席间的觥筹交错，像一把把小刀，精准地扎在他紧绷的神经上。有人在饭桌上云淡风轻地谈着数百万的融资，有人抱怨着手下新来的实习生多么不经用，还有人带着一块他叫不上名字但光泽温润的手表，偶尔抬腕，那光芒总能精准地刺痛他的眼睛。而他自己毕业5年，不好不坏的在一家公司做着不好不坏的职位，薪水不高不低，前途也说不上好，还是说不上坏。他觉得自己像被装进一个透明的玻璃罐里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，却怎么也冲不出去。K 老，他终于忍不住，把杯子往桌上重重一放，茶水溅出几滴。这世界到底有没有规则？我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周末都在研究业务，可为什么感觉自己像在原地刨坑？而有些人看起来没我努力，却像是坐着火箭。我不甘心。对面的老人被圈子里的人尊称为老 K， 他没抬头，只是慢悠悠地用茶夹涮着杯子，水汽氤氲，模糊了他脸上的皱纹，却让他的眼神显得愈发清亮。规则，老 K 终于开口，声音平缓，却像一颗石子投入小 A 焦躁的心湖。规则当然有，但多数人理解的规则只是第一层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人这一生其实内置了3套不同的价值算法？价值算法？小 A 一愣。对，老 K 抬起眼，目光如炬。多数人终其一生只用了第一套最原始的算法，所以活得像头勤勤恳恳的牛，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，最后还要被抱怨产奶量不够。而少数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悄悄切换了算法，所以他们活成了猎人，甚至是农场主。茶馆里很静，只听得见窗外偶尔掠过的车声。小 A 前倾着身体，他知道真正重要的东西现在才要开始。第一套算法，用时间换经验。我年轻的时候比你还愣头青。老 K 的故事从一杯滚烫的铁观音开始，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。老 K， 不，当时还是小 K， 在一家颇有名气的晚报实习，同期进去的都是名牌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，一个个眼高于顶。报社的氛围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，每个人都想在有限的版面上留下自己的名字，但办公室里也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油滑。有个老记者，人称老油条，每天踩着点来，一杯茶，一张报纸，就能耗过一个上午。选题会能躲就躲，突发任务能推就推。小 K 不一样，他像个刚被拧上发条的闹钟，浑身都是劲。别人不愿意跑的社会新闻，他跑；别人嫌弃家长里短的民生选题，他做；别人觉得没油水的冷门采访，他接。很快，他成了办公室里最忙的人，也是稿子写得最多的人。但同时，他也成了老油条们嘴里的傻子。小 K 啊，那么拼干嘛？稿费又没多几块钱。老油条拍着他的肩膀，一副我看透了的表情。在单位，干多干少一个样。你看我，不也一样拿着工资？年轻人要学会藏。小 A 听到这里，心有戚戚焉。对，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，拿着同样的薪水，我比他们干得多，感觉太亏了。老 K 笑了笑，我当时也这么想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因为一个稿件的细节，
被总编叫进了办公室。那天的场景，小 K 记了一辈子。总编是个50多岁的女人，戴着金丝眼镜，眼神犀利的能穿透人心。她没批评稿子，反而问了他一个问题：小 K， 你觉得你是在为谁打工？为报社啊？小 K 不假思索。总编摇了摇头，指着报纸上他的署名：你错了，你不是在为报社打工，你是在为小 K 这个名字打工。报社付你薪水，买的是你的时间和劳动，但你的经验、你的判断力、你的比例、你的人脉，这些东西报社给不了你，只有你自己能给。你现在多跑的每一个现场，多写的每一个字，都是在为你未来的履历镀金。他顿了顿，语气变得更加严肃。这家报社，你可能待3年、5年，但小 K 这个名字要跟你一辈子。别总盯着那几块钱的稿费，你要盯着的是10年后，当别人提起这个名字时，它值多少钱。那番话像一道惊雷，劈开了小 K 混沌的脑子。从那天起，他不再有任何抱怨，他像一块海绵，疯狂地吸收着一切。为了一个深度报道，他可以蹲在警察局门口3天；为了一次人物专访，他能把对方过去10年的所有资料都翻个底朝天。机会总是在不经意间犒劳那些准备好的人。那年夏天，城市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突发事件，总编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。几个主力记者，一个在外地，一个生病，而老油条们早已不见踪影。就在这时，小 K 站了出来。因为长期跑社会新闻，他跟市局宣传科的人混得极熟。一个电话过去，他拿到了比所有同行都快半步的独家信息。他又立刻联系上之前采访过的一位专家，获得了最权威的解读。那天晚上，当其他报纸还在用通稿时，小 K 的深度报道已经带着滚烫的油墨香，摆在了总编的桌上。第二天，头版头条，署名记者 K。 没过多久，小 K 被破格提拔，而那些老油条在报社后来的改制中，因为能力单一，跟不上节奏，被边缘化，最后黯然离开。老 K 放下茶杯，看着小 A， 这第一套算法最笨也最公平，它的核心就一个字：换。用你当下最不值钱的时间和体力，去换未来最值钱的经验和技能。年轻人最大的资本不是梦想，而是输得起。你怕被利用，怕吃苦，结果是你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，这才是最大的亏。字节的张一鸣，早年在酷讯，除了本职工作，天天帮同事解决技术问题，2年干了别人5年的活，才从普通程序员脱颖而出。微软的纳德拉，也是从接手别人避之不及的技术难题开始，才一步步走上权力之巅。他们都是这套算法的顶级玩家。第二套算法，用经验换势能。小 A 听得入了迷，但新的困惑又浮了上来。K 老，我明白了，可我也看到很多人，经验是有了，比如一些开了10几年出租车的老师傅，一些在流水线上干了一辈子的工人，他们也很努力，但为什么一辈子都被困在那个位置上，无法突破？问得好，老 K 赞许地点点头，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切换到第二套算法。这套算法的核心也是一个字：破。打破路径依赖，用你积累的经验去撬动一个别人看不到的支点，建立自己的势能。我给你讲2个我亲眼见过的故事。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叫老王，一个送了9年外卖的男人。老王是小问题里那种典型的困兽，
他每天像陀螺一样在城市里飞驰，风雨无阻。起初，凭着一股拼劲，一个月能挣7、8千，可很快，他就触到了天花板。一个人的时间和体力是有极限的，一天跑满16个小时，最多也就5、60单。这点钱，在支付了房租、生活费和老家孩子的学费后，所剩无几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的身体开始报警。30出头的年纪，腰椎、颈椎、膝盖轮番疼痛，他陷入了勤劳陷阱，越努力，越被牢牢钉死在社会底层。压垮他的是一个雨夜。那天，他儿子突发高烧，妻子在电话里哭着让他赶紧打钱去医院。他看着手机里不到100块的余额，再看看外面瓢泼的大雨和寥寥无几的订单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攫住了他。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工蚁，勤勤恳恳，却毫无抵御风险的能力。就在那天晚上，他在等红灯的间隙，看到一辆包装精美的冷链车驶过，车身上印着某某鲜果、极致生活的广告。他鬼使神差地搜了一下，发现里面一份普通的进口水果，售价是菜市场的好几倍，但销量惊人。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击中了他，他送的不是外卖，它只是一个庞大系统里可以被随时替换的腿。而那家水果公司卖的也不是水果，是一种服务，一种品质生活的象征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这9年积累的最宝贵的财富，不是跑了多少公里，而是他对这座城市的数据。他闭着眼睛都知道，哪个小区的住户最有钱，哪个写字楼的白领最注重生活品质。他们通常几点下单，喜欢什么口味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脱离平台。他用所有的积蓄印了一批传单，设计很简单，就一句话：您身边的私人管家，30分钟内万物皆可送达。他没去大街上发，而是只投放在他筛选出的最高档的几个小区。他建了一个微信群，承诺只服务这几个小区的住户，保证时效，保证货物完好，甚至可以帮忙代取快递、代买咖啡。起初，群里只有几个人，但他的服务好到令人发指。一位女士随口说了一句想喝某家网红店的奶茶，但平台要排队1小时。老王二话不说，直接去店里排队，半小时后就送到了他家。他只收了20块的跑腿费，却收获了一个最忠实的客户。1传10，10传100，他的微信群很快满了。他不再需要和成千上万的外卖员抢那几块钱的订单，他每天只接10来单，每一单的利润都是过去的几10倍。他甚至雇了2个人，专门负责他那个小小的商业帝国。他不再是外卖员老王，他是王管家。他用9年的经验，撬动了一个支点，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势能。第二个故事，关于一个叫陈师傅的机场司机。老 K 下了口茶，继续说道：陈师傅也曾是城市里万千网约车司机中的一员，每天在红海里搏杀，堵在路上，耗费着生命。他比别人多一个心眼，他会每天记录自己的流水和路线，分析数据。他很快发现，机场订单是价值最高的，距离远，单价高，不堵车。于是他开始专注跑机场，这是他完成的第一次破局。但很快他又陷入了新的困境。越来越多的司机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机场的竞争甚至比市区还激烈。陈师傅再一次开始思考，他意识到，关键不是路线，而是客户。谁最需要稳定、可靠的机场接送服务？是那些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。他们在哪里？在5星级酒店。于是，
他开始了第2次破局。他把车换成了一辆更舒适的商务车。他在车里备好了矿泉水、充电器、干净的毛巾，甚至一份当地美食地图。他自学了基础的商务英语。他不再依赖平台派单，而是主动去和各大酒店的门童、礼宾部建立合作。他给他们高额的介绍费，并承诺给他们的客人提供最顶级的服务。当一个刚下飞机的外企高管坐进陈师傅的车，喝着冰镇的水，用着免费的 WiFi， 听着陈师傅用不算流利但很真诚的英语介绍这座城市时，他知道这个司机不一样。陈师傅的口碑在那些商务客和酒店圈子里迅速传开。他很快就不再自己开车了，他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车队，专门服务于这些高端客户。他不再是一个司机，他成了一个高端出行方案的提供者。老 K 看着小 A 震撼的表情，缓缓说道：看明白了吗？第2套算法是用脑子赚钱，不是用腰。经验是你得第1桶金，但你不能躺在金子上睡觉，你要用它做杠杆，去撬动一个属于你的生态位，从被选择到拥有选择权。这就是势能。老王和陈师傅都用自己的经验，在看似饱和的市场里破出了一片天。第3套算法用势能变现终身价值。小 A 的呼吸有些急促，他感觉一扇新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。K 老欧，我好像懂了。那第3套算法呢？是不是就是用势能去赚更大的钱？老 K 摇了摇头，眼神里多了一丝深邃。不完全是。如果说第1套算法是做事，第2套是做局，那第3套就是做人。它的核心也只有一个字：信。用你建立的势能去沉淀一种无形的东西，叫信任。到最后，你本人就是最硬的通货，就是价值本身。这太悬了。小南南道，我给你讲个关于巴菲特的故事，但不是商学院里那种。老 K 的语气变得悠远。所有人都知道巴菲特是股神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他最成功的一笔投资其实是用信任完成的。故事要回到几十年前，巴菲特要去收购一家叫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的公司。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个叫罗斯·布鲁姆金的犹太老太太，人称毕夫人。她不识字，从当铺借了$500起家，硬是把一家小店做成了全美最大的家具城。她本人就是一部活着的传奇。当时所有华尔街的精英都想收购他的公司，他们带着最顶级的律师和会计师团队，拿着厚厚的充满复杂条款的合同，报出了一个比一个高的天价。比夫人这个强悍了一辈子的老太太把他们全都赶了出去。轮到巴菲特时，他只身前来，没带律师，也没带合同。他跟毕夫人聊了一个下午，聊的不是股指，不是财报，而是毕夫人如何从俄罗斯的冰天雪地来到美国，如何把4个孩子拉扯大，如何与每一个员工相处。最后巴菲特说：毕夫人，我不知道你的公司到底值多少钱，你开个价，我付钱。毕夫人盯着这个年轻人看了一会，说了一个数字。巴菲特点点头，甚至没还价。第2天，他带去了一份只有2页纸的简单合同，交易就这么完成了。后来有人问毕夫人，为什么在那么多更高的报价中选择了巴菲特？老太太的回答被写进了商业史。她说，那些穿西装的只想把我的店拆了卖掉，而这个年轻人，他说他会善待我的员工，他想让我的名字活下去。我信他。你以为故事就到这里了？老 K 反问。
这笔交易让巴菲特一战封神，但真正奠定他股神地位的是之后发生的事。当其他企业在金融危机中摇摇欲坠，拼命寻求资金时，最好的投资机会却像朝圣一样主动涌向巴菲特、高盛、美国银行这些巨头。在最危难的时刻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毕夫人的故事传遍了华尔街，所有人知道，巴菲特的钱不仅是钱，更是一种背书，一种承诺。他不会趁火打劫，他会像爱护羽毛一样爱护你的品牌。从那一刻起，巴菲特不再需要去找钱，钱会因为巴菲特这个名字而追随。他完成了从赚钱到值钱的终极蜕变。他的人品，他的声誉，成了他最核心、最无法被复制的竞争力。这就是第三套算法的威力，用你前半生积累的一切，去构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格。最终，你的人格就是你最坚固的护城河，也是你最强大的印钞机。茶凉了，老 K 需上水。茶馆里的光线已经变成了温暖的橘红色。小 A 沉默了很久，他感觉自己过去20多年建立的认知正在被彻底颠覆，然后重建。他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有的人跑得那么快。他们不是赢在起跑线，而是赢在每一次切换算法的转折点。K 老，他抬起头，眼神里不再是焦虑，而是一种清澈的坚定。我明白了，第一套算法是用体力下注，赌一个入场券；第二套算法是用经验做杠杆，撬动一个生态位；第三套算法是用人品做抵押，赢得整个牌桌的信任。老 K 欣慰地笑了，他站起身，拍了拍小 A 的肩膀，孺子可教。但记住，这三套算法不是割裂的，而是一层一层往上涨。没有第一套算法的原始积累，第二套就是空中楼阁；没有第二套算法建立的势能，你根本没有资格进入第三套算法的牌局。他走到窗边，看着窗外华灯初上的城市，留下最后一句话：人生最可悲的，不是穷，也不是忙，而是你用一辈子的时间只活在了一套算法里。在该拼体力的时候选择了安逸，在该用经验的时候还在挥霍青春，在该靠人品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除了年龄一无所有。回去吧，你的路还长着呢。小 A 走出茶馆，晚风吹在脸上，带着一丝凉意，但他的内心却有一团火正在熊熊燃烧。他回头望去，老 K 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茶馆的深处，只剩下那盏温暖的灯，在暮色中散发着柔和的光。他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一些东西将永远的不一样了。人生不是一场匀速跑，而是一场不断换挡的变速赛。真正的分野，不在于你跑得多快，而在于你是否在正确的时机切换了正确的价值算法。这或许才是藏在所有成功故事背后那个最朴素也最残酷的秘密。